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。近年来中国的网红经济领域风起云涌，乱象丛生，众多人怀揣着成为网红的梦想，纷纷涌入直播带货的浪潮之中。从浮夸的炫富表演到刻意营造的悲惨遭遇，各种戏码轮番上演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其中不乏一些网红以精心编造的励志故事为噱头，实则背后隐藏着种种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更有甚者，以淳朴善良的面目示人，实则却是情感消费的推手。直播间里的假货横行，人设崩塌的戏码更是屡见不鲜，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网红生态图景。提及那位曾被誉为全网最年轻董事长的网红小小茹，真名张曼如，她的故事便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本。1998年出生于广东湛江的张曼如，出身贫寒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。除了拥有一副清秀的面容之外，几乎一无所有。家中兄弟姐妹众多，经济重担全压在了父亲那辆破旧的3轮车上。为了分担家庭压力，年仅13岁的张曼如便辍学打工，踏入了广东佛山一家制衣厂的流水线，每天长达14小时的劳作，只为多挣那100元的加班费。这段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坚韧性格打下了基础。2015年，随着短视频的兴起，17岁的张曼如也紧随潮流，用一部智能手机打开了网络世界的大门。可能是因为13岁就出来从事这个行业吧。起初，他尝试拍摄各种博人眼球的土味视频，但效果平平。直到2018年，一个夏日炎炎的午后，他身着小熊玩偶服，在街头分发传单，汗水浸湿了衣衫，却依旧难掩那份清丽脱俗。这一幕被镜头捕捉，迅速在网络上走红。张曼如凭借努力生活的人设，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同情与关注，粉丝量逐渐攀升至100万级别，正式踏入了网红之路。签约网红公司之后，张曼如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并在19岁那年开启了创业之路。她先是开设了服装店，随后又成立了化妆品公司诗如雅，并在线下开设实体店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同年，他还创立了微商品牌美迪智，一时间风光无限，仿佛真的走上了人生巅峰。21岁购得了法拉利，22岁又添置劳斯莱斯古斯特，并声称在广州全款购置了7套房产。这一系列炫富行为更是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然而，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谎言编织的泡沫。张曼如自诩身价78亿，这一数字在2020年的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上足以撼动众多的商界巨擘，包括卡戴珊家族的金小妹和格力电器的董明珠。但如此夸张的言论显然难以服众，很快便有人开始质疑其真实性。随着质疑声四起，张曼如的微商帝国开始显露其真面目。原来那些看似庞大的商业帝国，实则只是一个空壳。所谓的7套房产，也不过是夸大其词的谎言，实际仅有2套小公寓，且首付仅支付了15万。而那些豪车更是租来摆拍的道具，连安全带都没有系便上路了，还因此被交警盯上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旗下的微商产品品牌质量堪忧。多位加盟商在发现问题之后要求退款，却遭到拒绝，甚至有人因此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损失。面对舆论的压力，张曼如并未选择正面回应，而是继续以卖惨的方式博取同情，企图逃避责任。然而，他的行为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，最终因涉嫌诈骗被警方带走调查。近年来，可能是受中国第一网红李子柒等农村生活类博主的影响，越来越多的网红开始尝试这一领域，其中不乏一些人打着淳朴善良的旗号，实则却是情感消费的推手，通过卖惨人设和售卖假货来谋取利益。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，也破坏了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。自2018年起，网络上悄然崛起了一枚名为梁山梦阳的年轻女子。你们不相信我的生活，可以来我家里看看。她的故事如同一股清流，却又夹杂着几分苦涩与坚韧。在短视频的世界里，梦阳自诩为四川凉山深处的一名孤儿，年幼时便失去双亲，14岁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带着4个年幼的弟妹，在贫困与艰难中挣扎求生。他的日常被镜头捕捉，化作一幅幅灰头土脸、衣衫褴褛的画面。那破旧不堪的居所，瘦弱的身躯穿梭于山林之间，日复一日地背负着生活的重担。
餐餐不离的马铃薯成了他生活的缩影。这份看似无尽的苦难，搭配上他勤劳、坚强、乐观的形象，迅速触动了无数网民的心弦。短时间内便汇聚了近400万的粉丝群体。粉丝们的同情与关爱如同潮水般涌来，不仅在他直播的时候慷慨解囊，更纷纷建言献策，希望他能够通过直播带货，销售自家种的农产品，以此改善生活，给弟妹们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对于这份来自网络的温暖与期望，孟阳欣然接受，顺势踏上了直播带货的征途。我看这网络上可以卖货挣钱，我想试一下。主要销售凉山地区的核桃、雪燕等特色农产品。在雪花纷飞的冬日背景中，孟阳以深情的语调向观众介绍着每一款产品的独特之处，特别是那皮薄肉厚的核桃，香脆可口，仿佛每一口都是对大山深处辛勤耕耘者的致敬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，也巧妙地融入了你的支持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帮助这样的情感纽带，让许多观众为之动容，纷纷下单购买。直播间内人气爆棚，凉山地区的带货榜上，孟阳的名字常常高居榜首，产品迅速售罄。据估算，仅凭此，他每月的收入便可以达到数十万元之巨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孟阳直播次数的增加，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逐渐浮现。尽管收入不菲，他的生活状态却似乎并未因此改善，依旧是那副衣衫褴褛的模样，不断重复着悲惨的身世故事。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，如同狼来了的故事再次上演，观众们的信任开始动摇。终于有人按耐不住好奇心，亲自前往凉山探寻真相。这一探竟然揭开了孟阳背后的重重迷雾。原来这位看似贫困无助的女子，实则家境殷实，住在山脚下，有车有房，与短片中的土砖房毫无关联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她的父母健在且年轻，弟弟妹妹也是她花钱雇来的演员，而那只价值不菲的手表更是她私下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更甚者，她早已成家立业，孩子都已经5岁，日常出入高档场所，衣着光鲜，与直播中的形象判若两人。面对如潮水般的质疑，孟阳虽然辩解自己并未卖惨，直播中的一切皆是事实，但那些被揭露的谎言与欺骗已让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。更有甚者，他所售卖的农产品被爆出并非凉山本土出产，而是从外地低价采购的山寨货，贴上大凉山的标签，高价兜售给信任他的粉丝。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众人，要求他退还打赏款项的呼声此起彼伏。2023年5月，凉山公安机关的一纸通报彻底揭开了这场网络骗局的真相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由某经纪公司幕后操作，通过悲惨身世、雇佣演员摆拍等方式打造虚假人设，再以助农为噱头进行直播带货，非法谋取暴利。根据统计，该团伙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，并非法获利超过1000万。而凉山孟阳作为这场骗局中的关键一环，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，被判刑11个月，并处罚金8万元。这一案件的曝光，不仅让凉山孟阳等网红主播的虚假面具无处遁形，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网红经济乱象的深刻反思。凉山州相关部门迅速行动，开展了一系列自媒体乱象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虚假助农、恶意炒作等行为，共处置违规账号457个，永久关闭了包括凉山孟阳在内的多个问题账号，查封涉案公司14家，有效净化了网络环境。谈及靠卖惨博取关注的网红，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传奇人物，便是水泥妹。最多的时候就扛80多吨。她的故事或许更加离奇，也更加令人唏嘘。在网络的另一端，她以弱女子的形象肩扛水泥袋，满身灰尘，却自称为家庭重担所迫，不得不从事这份重体力劳动。然而真相往往隐藏在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，水泥妹的故事最终也被揭露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2017年，短视频的风潮刚刚席卷而来，一位在工地上奋力搬运水泥的女孩悄然间成为了网络上的焦点。视频中，她中等身材，略显单薄，脸上挂着劳作留下的尘土，一次又一次地扛起沉重的水泥袋，动作娴熟而有力，将它们码放得整整齐齐。正当众人对这位水泥女孩背后的故事充满好奇之际，一篇题为《水泥妹扛水泥救助患癌丈夫》的文章横空出世，解开了所有人的疑惑。
故事的主角名叫张芳芳，一个来自安徽省偏远农村的普通女孩，后来嫁到了邻近的村落，有着2个可爱的女儿。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是也温馨幸福。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这份宁静持续太久，丈夫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如同晴天霹雳，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。为了筹集高额的医疗费用并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，仅有中学学历的张芳芳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最为艰辛的道路，搬运水泥。每天当第一缕晨光出现，她便开始了与水泥为伴的日子。一代又一代，约莫4代之重，肩上承载的不仅是生活的重量，更是对家人深沉的爱。夜幕降临，她则回到家中，细心照料病重的丈夫，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。即便生活苦涩，她的脸上却始终挂着乐观与坚强。张芳芳的正能量故事迅速在网络上发酵，无数网民被她的坚韧不拔所打动，纷纷伸出援手，提出捐款帮助她渡过难关。然而面对这份来自4面8方的善意，张芳芳却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倔强与自尊。她婉拒了所有的捐款，坚持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这份坚持让她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了更多的关注与赞誉，甚至被冠以水泥西施的美誉，一跃成为励志网红的代表。她的故事不仅登上了2017年的网红排行榜，还引来了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，甚至受邀参加综艺节目，在镜头前泪光闪烁，再次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张芳芳人气飙升，关于她的质疑声也逐渐开始显现。有人质疑她所展现的苦难是否过于夸张，甚至有人开始深挖她的真实生活状况。最终真相水落石出，张芳芳名下竟然拥有4家店铺，还驾驶着价值100万的豪车，而她的丈夫也并未身患癌症，只是普通的肺部感染。这一切的揭露让众多粉丝感到震惊与失望，曾经的励志女神瞬间跌落神坛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与质疑，张芳芳的支持者与网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但事实胜于雄辩。当她的豪车被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这一事件不仅让张芳芳失去了大量粉丝的支持与信任，更让她成为了众矢之的，被官媒点名批评为欺骗公众、消费同情。张芳芳的陨落并非个例，在网红经济盛行的当下，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。比如四川宜宾江安县的网红黄琴，她以更加悲惨的身世博取同情。3岁被父母遗弃，14岁辍学打工，与奶奶相依为命，这些标签让她迅速积累了数百万的粉丝。然而随着一次意外的追尾事件曝光，她精心构建的人设也轰然倒塌。原来她不仅拥有豪车豪宅，还隐瞒了父母健在，奶奶有家人赡养的事实，甚至利用奶奶作为赚取流量的工具。这一系列的操作让网友们感叹不已。为了圈钱卖惨，网红们的营销手段真是花样百出，毫无底线。回顾这些案例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应该如何辨别真伪？当同情与善良被一次次消费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那份最初的纯真与信任？或许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深思的问题。感谢大家的收看与聆听，记得订阅与分享我们的内容，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加真实美好的网络环境。下回再见。